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一直在寻找着更轻的装备，因为越轻的装备对我而言越能够去帮助我减少我身上的负担，让我在外出摄影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体力去寻找我身边的风景。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明显的，对于大部分的厂商来说，像我这样的需求其实不算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需求。他们也就不太会去考虑要生产像这样的产品，所以在找不太到满意我需求的产品的情况下呢，大概在3年前开始，我就开始自己着手制作了一系列的属于我自己的轻量的装备。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相机内衬，它就是利用泡棉，然后呢还有胶带去粘贴，很简单制作的一个非常简单，然后非常轻盈的一个装备。它的重量比起我之前使用的另外一个旧的传统相机内衬呢，它的重量几乎是对方的1半。然后制作真的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只不过在这些年的使用之后，其实它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像是脱胶，然后还有泡棉有点脱落这样的问题。所以在3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外出摄影，我们就要重新来制作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的相机内衬。那么第一件事情，现在清点一下手边的材料还有工具。那我准备了一支起异笔，还有一支自动铅笔，到时候用来画线还有标记使用。然后一支美工刀，然后各种形式的尺，2种不同的胶带，一个是 3M 的强力的泡棉胶带，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布胶带。那再来就是我画好的设计图，然后还有一张切割垫。那胶带很明显，当然就是要来粘贴泡棉用的。可是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的是，我希望尽量去减少使用布胶带，我希望尽量都是以泡棉胶带为主，因为我想要用泡棉胶带去粘合，就是尽量把我的接合面去减少，要不然像上一次的话，因为我主要都是用布胶带来做粘贴，那就会造成我很容易就是布胶带它只要有点脱落之后，那个残胶就会粘得到处都是，容易会去影响到其他摄影装备，我要花时间去清理。我已经讲到最重要的材料泡棉了。这个呢，就是我去一般的运动用品店购买的一块泡棉碎垫，那价格很便宜，然后厚度是1公分左右，因为我希望能够去给我的相机有稍微好一点的保护。如果你希望可以更轻的话，你也可以去购买0.7公分的版本，那个重量就会再更轻，但是相对而言保护会少一点。在开始制作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内衬的设计。这次相机内衬的设计基本上就是很普通的一机一镜式的相机内衬，内部有一大一小2个隔层。分别用来放置含镜头的机身和1颗镜头。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内衬高度我做的比较高，让空间足以垂直放置我安装了70-300镜头的 EOS R， 方便我使用时快速收纳相机。内衬的设计图我也直接放在连结给大家参考。如果你也有兴趣想制作属于自己的超轻量相机内衬，欢迎你直接修改我的设计图，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版本。那么首先呢，先按照设计图在泡棉上画上切割线。方便稍后切割时能够准确快速的对好位置，最好使用60公分以上的直尺，才有办法比较方便的一次画好整条直线。如果有角尺，则可以直接利用角尺上的直角，快速定位垂直方向的直线。绘制时建议每画完一条线，都检查一下线条没有偏移，因为泡棉有一定弹性，绘制时难免会因为弹性产生一些误差，越长的线条误差也就会越明显。好了，画完线之后，再就是要进入到整个制作里面唯一一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地方了。我们就是要来做切割啦。这时候就是祈祷着不要切歪，手不要手滑了。那我觉得我先从上面这一块来切好了。因为我刚刚在画的时候，其实稍微好像有点画歪了，有点公差，所以要稍微再量一次，确定一下没有问题。好，第一刀。泡棉其实还蛮好切割的，就是轻轻松松下个刀就可以把它切开了。我觉得比起切厚纸板，这个还要更简单一点。可是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你下面如果没有放切割垫的话，会刮到你的桌子，所以切割垫可能要准备一下。我打算先把一整块大块面先直接切割下来，这样我待会比较好做操作，不然扯着后面这一大卷实在是有点难操作。好，这样就拿到一块完整的我们准备要用的料了。那接下来呢，就可以再去把它给切细。
这里，相机内衬基本上所有的块面都已经被我切割完了。我们有相机的底座，然后相机的左右边跟中间的隔板，然后呢还有相机的正面跟背面。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相机的背面多了一块上面，还有它的顶部跑哪里去了？因为呢，相机的顶部其实跟我的相机的背面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一块呢，我想要把它制作成是可以直接做折叠的方式但是因为这个泡棉是有一定的厚度，它是有1 mm 的厚度嘛，所以说在这个厚度之下，如果说我想要去让它做折叠的话，我这样直接去折其实是非常困难，基本上没有办法，它会回弹。因此，如果我要让它去做一个很顺利的折叠，那我就必须要去裁出一个角度。所以待会我要做的事情，在我们开始去把就是相机组合起来之前，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先去把这一块我画线的这个地方呢，去把它给切割开，然后呢去做出一个大概45度，两边各45度的一个角度，让这个相机的内衬它在开合时可以比较顺畅。那我会先利用美工刀在中间这条线上面割出一个沟槽，然后再把美工刀转向45度，在这个沟槽的两边去把它拓宽，然后去留下一个就是45度加45度，总共90度的一个空间，让它可以去做弯折。这里我后来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更容易的操作下刀，也能割出更漂亮的切口。就是在割出沟槽后，直接将泡棉对折，这样就可以很方便也很容易的以侧面角度切割泡棉。我很后悔录影时没想到这个方法，最后割出来的东西，实在不是很好看啊。那么再来呢，就轮到我们的胶带上场了。接着就是要利用胶带去把我们所有的部件全部都粘合在一起，把它给粘好，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那在开始之前，我会建议可以先把我们的泡棉先往逆向先去卷一下，因为泡棉刚买到的时候，难免它一定是卷着的。那你把它摊开之后，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回弹往回卷那个力量。所以如果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先往回卷一下的话，等一下会比较好粘贴。粘贴胶带的部分应该不用再多说什么了，这是最简单的部分。裁出适合长度的胶带，粘贴到接合面的边上，最后再裁去宽度多余的部分就好。声音有点恶心啊！唯一要注意的是，要小心不要把胶带粘到不对的边上了，不然就得再花时间重新裁一块泡棉啦。好，那么接下来都粘贴完了之后呢，就要进入到最后的部分了。那我们就要把它这些部件一块块的粘贴上去。那我这边有大概分了几块。我分别是我的右边，然后中间跟左边的这几块，那就把它给分别粘上去。先把胶带给撕掉。我多撕了一块，我不应该先撕上面的，因为这一块其实是等一下要跟正面去粘合的。我现在不需要撕啊，不小心把它撕开，但没关系，撕了就撕了。下面的撕开 ，OK。好，那把它给粘贴上去，要小心不要碰到正面，不然让它粘性消掉就可惜了。它可以对直对正，然后一样粘下去，粘好，压紧，然后下面对下面。好，再来用左边的。那我之所以先用左边的话，是因为我要先用了左边的之后，我才比较好去定位中间那一块要放在哪里。然后先把下面的撕开，好，一样对准，尽可能的去对齐、对准、对正，施加压力。那再来中间的部分呢？我的设计是让它距离右边这一块，不，距离左边这一块大概是14公分，还15公分左右，所以就抓一个15公分的长度。好，那么就来粘合中间这一块，大概15公分的位置。然后接着就可以把最后的正面把它给粘上去了。这边的给拆开，都把背胶给拆掉。那贴上去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它稍微因为这些海绵还是会稍微有点形变，所以还是要把它给
再弯一下角度。那先从下面开始粘好了，左下角粘，然后呢对底，对准了之后，然后慢慢往上拉，先对左边 ，OK 顶，然后再来是对右边，对准，好。OK， 好了，那到这边基本上就已经算是大功告成了。现在我们有一个可以开合、正常开合的一个相机内衬了，就可以把它放进背包里面。但是呢，因为我还是会有点担心它这个结构上会不够坚固，我就会再去使用布胶带，再去把它的边缘给包起来，找一些比较结构脆弱的地方去把它给粘起来啊，让它可以比较坚固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的相机不大，然后你做的相机包也比较小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就不需要这个布胶带了，因为那个重量应该它就可以足够支撑。那我打算就用强力胶带去把它的4个边，然后连同它下面的底座，去把它给包覆起来，保护起来。然后呢，上面这边这一圈开口部分，再利用强力胶带一样去把它给缠起来，就是去让它的胶带比较不容易脱落这样子。尽量都不要超过边缘，因为超过边缘，到时候就容易会脱胶，然后容易让整个背包都黏黏的。到这里，我的相机内衬应该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接下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相机内衬去保护我的相机，把相机放进来，然后就可以带出门去使用。那整个制作其实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所以我相信大家在家里应该自己也都可以很容易的做。那希望这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啦。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一直在追求着更轻的装备，但是又很苦恼着就是怎么样都找不到更轻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制作、自己尝试 DIY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今天制作的这个相机内衬其实很简单，非常简单，就是我相信没有什么手工底子的人，应该很容易都可以做得出来。那就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咯。那如果你有成功做出来，或是你有什么其他的点子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分享给我，在影片下面留言。那我想这部影片到这里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